美国方面就表示要确保越界进入朝鲜的美军士兵呢能够安全的回家，为此呢已经求助了韩国和瑞典。要说求助韩国这事还比较好理解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求助瑞典呢？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一提到朝鲜很多人往往就觉得他们是高度的封闭闭关锁国。其实呢，朝鲜和外界一直保持着还比较密切，而且呢还有挺深的各种联系。你比如说和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你再比如说和欧洲地区，朝鲜都有着它的联系和一些比较深的关系。朝鲜这个所谓的闭关锁国一方面是美国和西方舆论这个大肆渲染的这么一个结果，更重要的呢是美国在那长期的封锁所导致。美国白宫发言人呢就证实了从朝鲜边境这个板门店越界进入朝鲜的这个美国陆军二等兵特拉维斯金的身份，并且表示呢要确保他能够回到美国。一位美国国务院前高级官员呢就透露说这个特拉维斯金虽然说他级别不高，就是一个二等兵吧，但是呢他可是骑兵侦察员他很可能掌握着朝鲜渴望了解的美军信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特拉维斯金跑到朝鲜应该就是他个人的行为，对朝美来说呢都是一个突发的事件。至于说他本人有什么政治或者说情报方面的价值，这个不必特别的去高估这就是一个突发的事件。不过呢还真是要通过这件事咱们看看这个朝鲜和美国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么一个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看出来东北亚局势的紧张和危机程度，同时也可以看出来朝鲜在这个微妙的这种气氛之中如何来处理这种关系。大家肯定感兴趣就是这个美国为什么要求助瑞典呢？要说起来瑞典和朝鲜的关系那至少也是有半个多世纪了，而且双方的关系还挺不错呢。瑞典是第一个在朝鲜开设大使馆的西方国家。你看2001年的时候时任欧盟主席的瑞典首相佩尔松就率领这个欧盟的代表团访问了平壤，和金正日进行了会谈。他是首位访问朝鲜的西方领导人。瑞典呢，甚至还派出了军人去了这个朝鲜那边，作为中立监督委员会的一部分，在板门店那里就维持这个军事停战，并且缓和呢和各方的这个关系。瑞典和朝鲜的这种关系是朝鲜和西方都需要的，而且呢，这个瑞典也确实帮了西方不少忙它建立了一条解决突发和这种疑难问题的一个渠道。瑞典呢，可以为在朝鲜的这个美国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等国的这个西方国家的公民呢，去提供这种领事保护。你就比如说吧，2015年的时候，那加拿大的韩裔牧师林贤珠在朝鲜那边被捕了朝鲜因这个侮辱朝鲜最高国家尊严和颠覆这个国家罪把他给判了一个终身监禁。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他获得了保释。那么之所以能够获得保释呢，这其中瑞典在中间积极的斡旋，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不还因为这个事儿还特别感谢了一下瑞典呢。所以说起来这个地缘关系它是非常微妙，也是非常复杂的，随时呢都充满着各种变数，那随时都会发生那种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么如何处理这些事情，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和方式来处理是很值得关注的。